1983年，美国电视屏幕上，一个男人踌躇满志，迫不及待地向世界宣告着美国的又一次奇思妙想。这个男人便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总统里根。随后，里根的一席话惊呆众人。里根说，美国将启动星球大战计划，飞出地球，冲向宇宙。殊不知，这竟然是一场针对苏联的惊天大忽悠。多年后，美国故技重施，以同样的招数忽悠中国。然而这一次，结果却超出了美国的想象。1983年3月23号，注定是一个被写入美国历史的日子。这一天，里根发表了一次震撼全球的电视演讲。彼时，冷战的阴云依旧笼罩在苏联与美国的上空，军事是两国争霸的基础，而苏联的战略导弹始终令美国忌惮不已。美国不愿落了下风，便有了这次里根的演讲。里根强调，政府将制定一个神秘的长期计划，用于从根源出发，消除战略导弹所带来的威胁。他夸下海口，这个计划必定会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。原来，美国野心勃勃，小小的地球已经无法满足美国的欲望，美国要收拾行囊，开拓太空，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星球大战计划。当然，星球大战只是俗称，它有一个更加正式的名字——战略防御计划，简称为 SDI。放在现实层面，该计划的诞生绝非偶然。二战后，人类在军事领域正式迈入了核武器时代，而美国凭借着过硬的科技实力，很快占据了优势。于是，1945年前后，艾森豪威尔推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。随着美苏争霸愈演愈烈，该战略被确保摧毁战略所取代。尽管这两种战略都威力巨大，但美国依旧不满意。原因非常简单，在美国看来，这些战略仍是被动而消极的，只是在应对敌人的攻击，很难帮助美国掌握主动权。更何况，确保摧毁战略以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，本质上是一种同归于尽，存在着很强的道德困境。最重要的是，苏联在军事武器上的实力不断攀升，与美国的差距持续缩小。美国的战略其实并不具备独特优势，于是美国迫切希望改变。1982年，这个机会终于来了。这一年，高边疆战略横空出世。所谓的高边疆，实际上是要建立一套足以对付核弹道导弹的多层空间防御体系。这就需要美国走出地球，冲向宇宙，充分发挥空间技术的优势。换言之，战略的核心在不知不觉中改变，从以前的确保摧毁变成了确保生存。在此背景下，星球大战计划应运而生。该计划的本质就是按照洲际导弹的弹道段分成4段，对导弹进行拦截，从太空着手，面向地球，搭建出一个完备的防御体系。除了军事功能外，星球大战计划还有一定的经济效益。美国断定人类未来的发展重心在太空，美国抢先一步下手，便意味着掌控了开发的主动权，能够获取丰富的空间资源，为太空工业与商业奠定基础。就这样，这场轰轰烈烈的星球大战计划高调拉开了帷幕。这下苏联彻底坐不住了。在美国提出星球大战的构想前，美苏的军备竞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阶段，甚至在某些方面，苏联的优势要明显大于美国。比如，尽管美国的技术比苏联先进，但架不住苏联在数量上领跑全球，足量的导弹始终是苏联的底气。然而，星球大战计划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。一旦该计划落成，所有的导弹将在落地之前被美国精准拦截，美苏的力量将出现绝对化倾斜。后果如此严重，苏联自然要表达强烈抗议。里根的计划前脚刚刚公布，苏联后脚便展开了威胁。苏联宣称，如果美国执意发展星球大战计划，美苏之间就不可能达成核裁军协定。对此，美国充耳不闻，宁愿冒着与苏联关系彻底破裂的风险，也要推进星球大战计划。1984年，美国国会直接为该计划拨款11亿美元，2年后该计划的年度预算翻倍。按照美国的规划，星球大战计划最终将耗资1100亿美元，在2005年画上句号。这一系列举动让苏联更加坚信美国动了真格。于是，为了不落于下风，苏联别无选择，只有积极回应。当时，苏联的回应措施主要分为2个方面：一来，苏联想直接破坏美国的战略防御系统，要么在太空布雷，要么继续增加导弹数量，让美国无法全部拦截。二来，苏联也不能总是被动防守，必须效仿美国，也建立一套自己的战略防御系统。很明显，这套系统的底线是能够与美国的系统打个平手。如此一来，美国只要干一件事儿，但苏联想要干2件事儿，经济压力自然就上来了。更糟糕的是，苏联并不比美国富有。二战刚刚结束时，苏联的经济增速曾一度超越美国，但是进入70年代后，苏联的速度优势逐渐丧失。甚至即便巅峰时期，苏联的国民收入也仅有美国的70%左右，工业生产总值也仅占美国的80%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在经济上，苏联从未赶上过美国。就整体而言，苏联约落后美国10至15年，且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扩大。
因此1983年前后，苏联经济已经处于危险的边缘。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横空出世，对苏联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。但是苏联又害怕美国真的成功，到那时苏联依旧难逃衰落命运，横竖都是一死，不如奋起抗击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然而，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终究还是拖垮了苏联。苏联在经济上不堪重负，民生凋敝，这才有了东欧剧变，整个国家被迫解体。更令苏联破防的是，解体后，俄国人才发现，原来美国就是个大忽悠。1993年5月3号，美国宣布终止星球大战计划。随后，随着中情局冷战文件的问世，星球大战的谜底终于揭晓。原来，这是场专门针对苏联的骗局。当时，里根政府与美国中情局雇佣了一大批专家，但这批专家并非专攻军事层面，而是研究历史、心理与国际关系的。他们认为，想要瓦解苏联，不妨另辟蹊径，开展一场软战争。因此，星球大战计划的目的就是利用苏联曾经遭受侵略的敏感心理，让苏联认为美国要大力推进核军备竞赛。美国早已预判了苏联的反应，他们笃信苏联一定会主动应战，从而被卷入更高层次的军备竞赛。这样一来，苏联本就不平衡的经济结构就会更加扭曲，过度发展核工业一定会消耗苏联的经济实力，最终将苏联彻底拖垮。事实证明，美国的判断完全正确。然而，美国万万没想到，这个屡试不爽的绝招竟然在中国身上栽了跟头。苏联解体后，中国便成为了美国的头号眼中钉。尽管对付中国与苏联的具体招数不同，但核心思路却是完全一致的。美国深知军事是国家的基础，也是最方便下手的领域。只要在军事上将中国忽悠瘸了，就等于整垮了中国。美国的手段如出一辙，那便是仗着自己在军事上的优势地位，发布假情报、假信息，想让中国的路越走越偏。比如，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美国就不断忽悠贬低航母的重要性。美国假装做起了好人，一再强调自主研发航母绝对是利大于弊，因为航母不仅造价高昂，而且还要花时间精力进行后续养护。美国怂恿中国放弃自主研发航母的想法，倘若有需要，直接去别国购买就好，省时省力。然而，中国并未听信美国的鬼话，而是在踏踏实实研究航母，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。但是美国仍不甘心，忽悠依旧没有停止。这回，美国从整体的战略布局入手。美国提出，未来的战争势必会脱离传统，走向更现代的道路。所谓更现代的道路，就是信息战与网络战。因此，传统战争中所需要的武器，未来都会成为废铁。言下之意，就是不必耗费精力进行传统武器研发，只需要在信息与网络领域投入资金。可是，中国依旧不信。中国深知，网络战与信息战固然重要，但在人类目前的生产阶段，传统战争在短时间内依旧不会消失。所谓的新型战争也得建立在传统战争的基础上，才能有所发挥。这下轮到美国急了，美国一股脑地拿出高精尖武器向中国炫耀，给中国制造强烈的危机感。实际上，这和美国忽悠苏联用的是同一套手法。美国想通过这种手段令中国陷入自我怀疑与惶恐，从而展开盲目的高精尖武器研究，拖垮经济，造成国内动荡。事实证明，美国最后也未能如愿。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太实在。中国与苏联不同，在这种关键问题上，中国有着自己的判断，不会轻易动摇。而且中国深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美国的好心建议往往是裹着蜜糖的毒药。一个国家唯有依靠自己，才能走出一条长盛不衰的坦途。可见美国的忽悠遇上了中国的铜墙铁壁，最终也只能悻悻收场。